在1865年，日本統計的庶民識字率已經超過了 50%， 社會總和識字率已經接近 60%。而如果只是看市民階級的話，當時江戶城市居民的識字率更是高達了恐怖的 70%， 這是放在當時任何一個國家都非常驚人的數字。畢竟當時最先進的大英帝國首都倫敦的識字率也才 20% 多，而且就這 20%已經確實是超越了當時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城市。在近代時期，教育不是那麼稀鬆平常的東西，幾乎各國都在為自己的识字率而苦惱。畢竟高識字率意味着技術的傳承更有效率，也就能確保更多的熟練工人的產生。而熟練工人的數量是當時足以改變國運的戰略資源。也就是說，日本一骑絕塵的識字率之所以沒能改變日本作為極端落後國家的地位，在當時也很簡單，就是因為日本它都還不是一個工業國家。识字率对於歐洲各國來說是核彈，對日本而言可能就只是一顆窜天猴。如果你只是對標題感興趣，我想現在你心中已經有答案了。但是想一想，即使是在非工業时代，是否有文字也同樣足以區分文明和蠻族，甚至在大部分文明中都會有一個階段，識字和不識字會直接決定一個人是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這樣看的話，公共教育的重要性又不只體現在工業時代上面了。那麼這就是我們今天想說的話題，公共教育的识字目的。這裡是花散里，也關注當代和世界的歷史演绎頻道，記得先點讚關注哦。首先，我們要先定義教育這個行為的目的。這裡我要先借用古希臘大佬柏拉圖和當代加拿大心理學家約翰·彼得森的論述。柏拉圖在他最著名的著作《理想國》中就認為，教育是社會正義中最關鍵的一環。這個說法很籠統，我要是直接在這裡就開始展開的話，會影響視頻的節奏，所以先放在一旁。而約翰·彼得森在一場多倫多大學討論教育本質的公開課上，則是尖銳地說道，人的智商上限是客觀固定的，這是基本的心理學常識。雖然智商極大概率會隨着年齡的增長而下降，但是現在的人類還沒有真正能夠提升智商上限的方法。很多大學都做過相關的遊戲研究，確實大部分學生通過了大量的訓練後，能夠熟練掌握智商能力範圍之內的遊戲。但是無論使用什麼樣的方案進行訓練，都不能提升學生解決超智商問題的概率。而智商的上限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人的知識門檻和學習效率。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學校總能看到一些人花1個小時能掌握的知識，另外一些人可能要花3個小時，而還有一些人可能花再多的時間都不能掌握。而在針對中小學教師的調查中，幾乎所有人都坦誠自己的執教生涯裡對於個體之間的學習能力差異深有體會，而且因為學習習慣和努力程度的改變而帶來的成績提升總是十分有限的。他們極少能夠見到顯著學習效率低下的孩子通過學習的過程能夠明顯提高自己這方面的能力，或者掌握更多的知識。更有趣的是，幾乎所有的老師都認為這種差異和遺傳因素是完全無關的。那麼對於宏觀社會而言，由於這種基礎能力分布的高度不確定性，制度性的将不同方面擁有不同學習效率的人放在最合適的位置，發揮他們最大的效能，同時還要讓每個人都得到心理上的滿足，就完美地解決了這個社會大課題。而這就是教育在宏觀上的本質追求。於是彼得森定義合理的教育系統應該是以提供個人所需要的知識技能為基礎，更進一步幫助每個人理性地認清自己，迅速找到適合自己的社會位置，然後幫助社會在不需要惡性競爭的前提下實現社會資源的流動。他對於教育的理解和柏拉圖可謂是英雄所見略同。剛剛提到的《理想國》中，柏拉圖對於教育的目的的定義是實現社會正義的必要工具。那麼什麼是社會正義呢？柏拉圖對此做出了明確的解釋，那就是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能充分胜任自己的角色，並且實現良好的社会協作。理想國中的社會角色分為3大類，分別是決策者、守護者和生產者，各司其職，維持社會各個重要環節的流暢運行。決策者的目的是真相和智慧，守護者的目的是法律和秩序，生產者的目的是物資和供應。而教育的意義在於幫助每個人找到適合自己的角色，並且獲得必要的技能。在上述條件都達成的情況下，社會正義就自然實現了。反之，如果教育系統無法達成目標，那麼正義就不存在了，社會秩序也隨之崩塌。這個解釋我非常喜歡，因為當我們回到視頻抬頭的設問中，為什麼在識字率是戰略資源的近代，日本的極高識字率沒能改变這個國家極端落後的命運？表面的答案是，識字率在工業社會中更發揮作用。
真正的答案卻是，該國的教育是否和體面平穩的社會資源流動有關，是否更好地發揮了國民的積極性和效率。在工業革命中的這些歐洲國家中，他們的起點識字率都不高，但是經濟體對於各種新興工種的熟練崗位需求卻遠沒有滿足。那是個體面的工人生活和受壓榨的工人生活同時存在的時代。那麼在這些國家解決受教育和不受教育的問題的同時，也就是在解決大量非識字家庭中的智商優秀的個人的社會地位提升需求，以及尋找合適的社會角色的需求。這是歐洲公共教育和日本公共教育在平民和中間階層流動上的時代區別。同時我們也能明顯地看到，進入工業革命時代後，列強們引入知識產權保護的順序和這個國家的發展階段也是強相關關係。因為這在當時是解決通過知識和教育由中間向精英流動的需求。顯然日本也並沒有這樣的系統。相反，在日本，土佐藩、薩摩藩、水戶藩這些一定程度上設立了通過教育輔助社會角色流動制度的地方諸侯國們，黑船一來，立刻就展現出了他們真實的強大實力。可見當時德川幕府即使是推動了民間極大的識字需求，但是並未真正解決教育的社會課題，因此依然在拖累整個日本的發展機會。這也是到了當代之後，很多國家的本科受教育率甚至是論文發表率都不能再給他们帶來像100年前的教育所帶來的發展新春的原因。因為在當代的很多教育體系成熟的發達國家中，受教育的系統反而成為了社會固化的力量，而非社會資源平穩體面流動的力量。精英們都努力地讓自己的子女從公共教育體系中脫離，那麼教育上面的競爭指標實際已經轉向了其他體現知識促進社會流動的方向。再回到江戶日本，我以前做過很多視頻，都提到過江戶時代社會生活的情況，浪人的狀態和士刀客這些事情，其實很明顯就能看出，當時的日本依然是金字塔型的權力至上結構，而且這種階級權力不僅代表着對物質的壟斷，甚至意味着能夠決定他人的生死。那麼越是處於社會下層的人，生活環境就越糟糕，越沒有尊嚴，甚至越危險。那麼就導致所有人都必須把力氣用在往上面爬，把別人踩在腳下，才是當時日本人接受教育的根本目的。如此自然是希望通過教育提升自己的必要知識和對於晉升有利的技能水平，這就不能幫助受教育者客觀地了解到自己的能力水平，或者是適合自己的社會位置。這種教育完全服務於社會資源的縱向流動，而幾乎不影響橫向的流動，自然不可能發揮出後來歐洲國家們普及教育時同等的威力。最後我要打個預防針，這位約翰·彼得森在社會傾向上非常的偏右，在歐美甚至會被左派稱為新時代納粹。當然在我看來，這些都只是現在白左們慣用的扣帽子堵嘴而已，但是還是請理解自身和相關主張的邏輯完整性之後再思考他的觀點。那麼主要話題到此為止，之後是一些 DLC， 敏感的觀眾應該早就看出來了，我在最開始引出話題時故意用了一種詭辯術，利用了教育這個詞的多義性。現在教育這個詞既包含個人的角度，也包括公共的角度，但是我故意說完文字可以區分文明和蠻族之後，立刻接了個人是否識字會決定他的社會地位，其實已經偷換了話題。這種隱藏在母語語義中的邏輯代換是很難察覺的，要每次都發現可能需要精通一門外語或者接受邏輯學的訓練。為什麼要埋這個梗呢？因為在這個視頻我也想要反駁兩種常見的對於公共教育目的的定義觀點。顯然現實情況是只有少數專業的學生會去學習邏輯學，即使是有這個必要的專業，很多也只需要學習30-40個小時的數理邏輯，而不需要學習100-200個課時的邏輯學。而且這種技能顯然並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甚至不是所有的精英都需要。其實任何方面的教育都是沒有普適性的。理解的這一點，這兩種觀點就好反駁了。一種典型的對公共教育目的的誤解是，這是個人進步的途徑，進而改進生活方式。但是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看，每一個人的提升都必然会造成別人的下降。教育可以支援所有人提高知識水平，卻不可以支援所有人提升社會地位。生活方式的本質改變是與社會地位相關，而不是和受到的教育相關。站在這個角度，公共教育的目的可以是提升國與國之間競爭中的優勢，而在一國之內，則還是需要落腳於教育與社會資源流動相結合。另一種典型的誤解則是對上一種說法的矯枉過正，認為江戶幕府這種重視公共教育的政權，目的就是為了維護統治，是一種愚民和疲民的策略。這顯然是有失公允的。政權注重教育，是不是有維護統治的目的在裡面？當然是有的。
但是要把所有的政策改变都歸結于純粹的權力慾望，那就不合適了。從古至今，大部分時候掌權者的初衷還是希望帶來社會的正向發展的，大部分情況都是好心辦了好事和好心辦了壞事的不同，或者說至少大部分人還是認同一條基本的邏輯，那就是社會的正向發展會有利於維護統治，對吧？那話都說到這兒了，我想肯定就有人要問了，那你給我解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好，但是托克維爾的內容就留到以後的節目吧。理解互相矛盾的主張的邏輯，那是真的爽。那麼我們下期再見。